提到煮米饭，或许许多人会认为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。然而有时我们会发现，自己在家里煮的米饭要么太硬，要么太软，甚至粘锅。其实看似简单的日常烹饪，也有许多小窍门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一日三餐，米饭就是我们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伴侣。尤其是南方地区的朋友们，即便面对再诱人的美食，如果缺少了那一碗热腾腾的米饭，总会觉得少了点什么。想要煮出喷香好吃的米饭，大米的新鲜与否就是关键了。如果买到了陈米，无论你怎么煮，它的味道就比不上新鲜的大米口感好。因此，在购买大米的时候，我们就最好避免购买到陈米了。新鲜的大米，它的颜色偏白，呈一个半透明的状态，色泽也鲜亮，而且还会有一股淡淡的米香。相反，陈米则呈现出偏黄的颜色，整体显得暗淡无光，缺乏新鲜大米的光泽。所以在选购大米时，我们要仔细观察其颜色、光泽和气味，以确保选购到新鲜的大米，为后续的烹饪过程奠定良好的基础。在煮米饭时，第一步就是淘洗大米了。很多朋友淘洗大米就是反复清洗，因为在大米的表面有一层白色粉末，觉得要将大米淘洗到水变得清澈了才算清洗干净。但事实上，大米表面的粉末并非脏东西，它同样具有很高的营养。我们只需要淘洗2次，将表面的灰尘杂质都飘清就可以了。如果淘洗的次数太多，不仅会造成大米的营养流失，还会使煮出来的米饭口感寡淡不好吃。洗好的大米放入锅里，我一般是用手指来测量水的高度，把手指放在大米上，水没过手指第一个关节就可以了。在蒸米饭时，水和米的比例是大有讲究的，要想米饭蒸得软硬适中，大米和水的比例是1:1:2。如果想大米蒸得偏软一点，大米和水的比例是1:1:2。如果想大米蒸得偏硬一点，1:1:1即可。蒸米饭不管用冷水和热水都可以，这个方法简单又实用，大家可以试试。加水之后就可以加入香油和白醋了。香油和白醋的用量不需要太多，一般来说，每500克大米加入1小勺香油和1小勺白醋就可以了。加入香油和白醋之后，用勺子把它们搅拌均匀，让大米充分吸收香油和白醋的味道。这时候你会发现水变得有点浑浊了，这是正常现象，不用担心。香油也就是芝麻油，它不仅有着浓郁的香气，还能在大米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保护膜，防止米饭中的水分过度蒸发，这样煮出来的米饭就会更加滋润，口感也会更加软糯，而且香油的香气能够渗透到每一粒大米中，让米饭闻起来更香，吃起来更有滋味。白醋呢，它可以软化大米的细胞壁，让大米更容易吸收水分，煮出来的米饭会更加松软。同时，白醋还能中和大米中的碱性物质，让米饭的口感更加清爽，不会有那种黏糊糊的感觉。另外，白醋还有一定的杀菌作用，可以延长米饭的保鲜时间，让米饭放久了也不容易变质。有了这2样东西，煮出来的米饭就跟只加清水煮的完全不是一个档次。这就好比同样是一件衣服，经过精心熨烫和修饰之后，看起来就会更加精致美观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咱煮米饭可不能再只加清水了，试试加点香油和白醋，保证你会爱上这个新口味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
请您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，谢谢大家啦！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，就可以把米饭下锅煮了。现在很多家庭都用的是电饭煲，操作非常简单，把内胆放入电饭煲中，按下煮饭键就可以了。在煮饭的过程中，不要随意打开电饭煲的盖子，否则会影响米饭的口感。一般来说，电饭煲煮米饭需要20-30分钟左右，具体时间还要根据电饭煲的功率和大米的量来调整。如果你用的是传统的炉灶煮米饭，那么需要先把水烧开，然后转小火慢慢煮，直到水分被大米吸收完为止。在煮的过程中，要时不时地搅拌一下米饭，防止米饭粘锅。当电饭煲煮到自动跳闸后，我们也不要立马打开盖子，而是要让米饭在里面焖上5到10分钟。可能很多朋友都有经历，电饭煲刚刚跳闸的时候打开盖子，里面还会有着很多的水汽在表面，这样就导致上面一层的米饭特别软烂。而我们让它焖上几分钟，就可以让米饭更加均匀地吸收水分，使口感更加软糯。焖的时间一到，我们打开盖子就能闻到扑鼻的米饭香，里面的米饭也是颗颗饱满油亮、粒粒分明的，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增。大米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钙、铁等物质，不仅能够为人体提供能量，还能促进消化和补气益血，其中还含有优质蛋白。经常吃大米，不仅可以提升血管的柔软性，能够降低血压，大米中含有非常丰富的 B 族维生素。好了，今天关于在家蒸米饭的详细过程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都能按照这个方法试一试，相信你一定会爱上这种松软香甜的米饭。其实做饭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只要你用心去做，多尝试一些新的方法和技巧，就能做出美味可口的饭菜。就像煮米饭，只需要在水里加点香油和白醋，就能让米饭的口感和风味提升好几个档次。以后再有人问你为什么你煮的米饭这么好吃，你就可以自豪地告诉他，这是饭店的秘诀，一般人我可不告诉他。今天的精彩视频分享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